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一集呢有点不同哦，我们不会去旅行，因为最近小爱发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就是每次当我发出一支原创视频后，紧接着马上就会有超级大号发出非常相似的影片。当然不是100%的相似，但是缩图、取材、内容、观点就有很多雷同，让小爱感觉像是不断的中了大奖一样哦。比如最近老高的这支视频，我就发现了至少有10处相似的内容，竟然还有很多一模一样的素材。首先呢，小爱的这支影片叫做谜底，因为要带大家进入金字塔解除疑惑嘛，发布于2023年的8月30号。老高的视频叫做新的金字塔不可解的谜，首映于2023年的10月18号。小爱在影片的 title 里边用了4500加，就是4500多年的意思。其实这个数字是我自己改的， Wiki 里边确切的数字是4600多年，我当时是强迫症又犯了，觉得这个数字看着不顺眼，就改成了4500加年。神奇的是，老高的视频里边竟然也不断的提到4500年，即使过了4500年的今天，它依然是。其次，小爱自己很喜欢收集石头，所以去研究了金字塔为什么外部用的是石灰岩，内部却是从阿斯旺运过来的花岗岩。提到当时没有齿轮，石头是怎么推上去的？金字塔建造时是包裹了一层最高等级的白色石灰石外壳的，来自阿斯旺的花岗岩石砌成。花岗岩非常的坚硬，最重的有足足50吨哦。奇怪的是，当时并没有起重机和滑轮，这时是怎么搬到高处的呢？老高呢，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讲了石头的种类，居然还和我尼罗河运石头的素材有一样的 AI 图，如此的注意石头、滑轮，很奇怪。还有，一般没有去过埃及的人不会注意阿斯旺这个地方。小爱呢是跟着英文读的，台湾繁体翻译应该是雅思文。老高不仅也特别关注这个地方，也把这个地方读作阿斯旺，这也确实很巧合哦。知道了，就金字塔大部分建造呢是使用石灰岩的，而且呢是在金字塔附近的一个采石场采取的，并不是很远。但是用于建造王的房间、王后的房间这些非常重要的部分的石材呢，是从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这也是确定的，是从800多公里之外的埃及南部阿斯旺地区的一个采石场。再有，看过我影片的宝贝们一定知道，小爱做过一期奔奔石的影片，是我最初的几支 video， 所以做得很稚嫩，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哦。这是因为从埃及旅行回来以后，感觉之前自己被很多错误的信息误导了，所以想把自己亲身了解到的信息分享给大家。然后我在这部主要介绍吉萨金字塔群的影片里边，也解释了为什么金字塔没有尖，使用的素材是从上向下的。奇怪的是，老高竟然也讲了同样的内容，使用了一模一样的素材。让我更惊讶的是，他怎么把奔奔石介绍成了方尖碑？它的顶部有一个约为2.8平方米的截面，因为塔顶端原本是放置着一个叫做奔奔的金色石头，吉萨大金字塔专属的奔奔石确实丢失了，但是有一个奔奔石。胡夫金字塔的塔尖也是一个谜，关系所有的塔上面都有一个叫方尖碑的金字塔尖啊。胡夫金字塔上面也因为有方尖碑，但是呢现在是遗失了，找不到了。方尖碑是这个东西啊，宝贝们。小爱在搜索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对于建造金字塔工匠有不同的说法，于是做了进一步研究，发现是关于奴隶的部分不够准确，因为近代考古证据证实，他们其实都是专业的技术工人，可以算政府工作人员。修建金字塔时就住在附近自给自足的社区营地，而且都有收到报酬和医疗福利哦。非常有趣的是，工匠标准的工作餐有鱼、肉、萝卜、大蒜、洋葱、面包和啤酒。没错，据说顿顿都有新鲜的啤酒哦，因为他们的工作太重要了，所以被照顾得非常好。而老高在他的影片里边也提到了工匠们不是奴隶，也提到工匠们有自己住的地方，也提到有发工资，吃得很好。这也是很巧合哦。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一直说是用大量的奴隶建造，现在呢这种说法已经不成立了。你觉得这些人吃什么住在哪儿？国家不干活不活了吗？是吧？现在金字塔周围挖到了就是当年修建金字塔人居住的就成了记录，而且这张 Excel 表格呢是账本啊，记录了他们支付工人的工资一些信息，就说明这大伙不是赌有付工钱。考古系的还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当时的埃及是相当的富有的，吃的东西都特别好，粮食肉类特别充足，基本每2天就会吃上1顿肉。
接下来，小爱进一步关注了建造金字塔需要的人力数量和时间，以及在现代建造这样的金字塔需要的时间和费用。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历史》中提到，建造过程需要10万奴隶，日夜不停歇的工作20多，这个要是放在今天的话，至少需要4年和40亿美元来建造。这个竟然老高也讲到了，只不过他用的是日本的素材。小爱感觉这个关注点重合的也确实有点太巧了。大家一定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以现在的技术建造金字塔大概需要多少人力物力？1978年的时候，日本的大林组就是建造了东京晴空塔。在进入金字塔后，小爱在影片中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金字塔里边没有壁画。这个老高竟然也说了一样的话。早已经发现了金字塔内的墙壁上没有任何壁画，一点信息都没有留下，所以到现在我们人类也不确定金字塔最初是干什么用的。说到底，金字塔里面没有壁画，没有死亡之石，也没有棺椁所以呢就不像墓室，里面确实有个石棺。更神奇的是，老高同样也讲了石棺本身就在房间里边，而且还和我竟然用了一模一样的素材。在讲到石棺尺寸的时候，小爱献出了自己的身体来给大家做参照物。宝贝们，一旦从小爱160公分的身高成功的推理出石棺的长度应该在2米左右。对的，具体的内部尺寸就是长1.98米，宽0.68米，高石棺长2.23米，比正常人身高是要高一些。老高也说了石棺的尺寸，还加上了一句比正常人高一点，这就很奇怪了，他又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呢？小爱提到金字塔内部没有发现任何法老的木乃伊，老高呢也不断的提到金字塔里没有木乃伊。此外，小爱还对金字塔的最初用途总结了一些推测，比如用来复活死人，又或是发电机，或者是传送装置的功效。也有一些天马行空的说法，比如金字塔被视为与埃及宗教有关的建筑物，被认为是通往天堂和来世的象征性通道，所以躺在这个石棺里可以穿越时空，或者从死亡中复活哦。又或者金字塔是外星人的信息发射装备 transmitter。然而特斯拉则认为金字塔是一个发电机，追随他的科学家认为金字塔是地球力学装置，通过与地球的共振，将地球能量转化为电磁能。这时候我们来填。老高的影片里边也做了相同的解释，素材也非常的像，但是他又展开说了很多外星人的事情。火星建筑跟地球建筑是不太一样的，而它的作用呢，可能就是一个发电装置或者是一个传输装置，传输能量、传输物质、传输信息等等。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因为小爱亲身进去到过金字塔内部，所以在我的影片里边详细解释了金字塔的入口。老高的视频里边也提到了金字塔的正门，但是老高应该是没有到过金字塔，不然不会把这个假门当成了正门。中间有没有还不知道，但是现在知晓的，因为离它的正门很近，正好也是。最后呢，小爱的视频开头提到前600年到2500年间的古王朝时期建造，这就厉害了。古王朝时期是古埃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是最 wealthy、最有创造力的时期，也被称为金字塔时代。然后老高在他的视频里边也不断的说这段时间埃及有钱有闲，还进一步的解释了为什么。那我就相当富足了。当然，埃及当时如果不是很有钱富足的话，也不可能大显同建这么一个金字塔，一定是有钱又有钱。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对比一下2个影片，应该还有不少相似的内容或素材。但是小爱不明白的是，老高这个视频的 title 是新的金字塔，但是整篇影片都没有新的金字塔出来啊，还是那3座啊。还有就是老高把缩草纸读成了沙草纸。第二甲府港口的洞穴内呢，发现了一些沙索纸。在说木乃伊的时候，他说，不然的话，做木乃伊的这个发现是非常神奇的。现在其他地球文明明其实全世界各地都有制作木乃伊的习俗，做木乃伊并不只是埃及人的奇思妙想。他把人体头弄成脑子要头，怎么头不会脑，他通过鼻子进入把人脑抽出保存起来，放在一个手人保存起来复活。这是我们刷起死亡之书这样的，没有这东西没法复活，复活人没有脑。制作木乃伊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脑核。有些木乃伊是不会处理脑部的，有些是捣碎后将脑浆全部丢掉，因为埃及人认为永生的时候脑子是没有用的。感兴趣的宝贝们可以来看我这部影片哦。看完老高这期影片，我真的有一点震惊。在小爱刚刚开始做 YouTuber 的时候，也犯过一些知识性的错误，然后就收到过5个观众的严厉批评，所以在做影片的时候就会很小心，务必查阅很多资料，
虽然不能保证100%全对吧，但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不想要误导大家。那么像做了这么多年的大号犯这样知识性的错误，我确实有点迷惑。不过老高自己定位说是说书的，信息不对也没关系吧，只要大家看得开心，喜欢看就好。小爱想不明白的是，怎么可能有影片内容这样的高度撞衫？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就是选题切入点是一样的，就好像一棵树的树干、树枝是一样的，但是树枝的位置打乱了，上边补充的叶子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吗？或者是我们在集体潜意识连接上了，可以沟通？又或是我们都连上了阿卡西记录？这真是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无巧不成书。小爱是在去埃及旅行后做了1-2个星期的调查，查阅了100万字的素材才做出来的影片，其中有我自己好多天的独立思考和整理，怎么可能和其他人的影片有这么多看起来很像又看起来不像的重叠呢？于是小爱在 YouTube 上边做了一些检索，发现了和另外一位大号总裁有内容交集的凌晨。他说他或者是他的这个团队参考过，然后我就在想啊，这种看起来有点像又有点不太像的作品，到底算不算抄袭呢？那结果我就又查到了另外一个东西，它叫做洗稿。简单来说，这个抄袭啊，它就是指你去直接复制或是模仿别人的作品或创意嘛。那洗稿呢，就是指你去对别人的作品啊篡改啊、删减啊，然后再重新表达，让这个东西感觉好像是你自己的东西，这叫洗稿。当然，老高在很多细节上都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补充，讲得比我好，比我风趣幽默。在这里呢，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因为我也是老高好多年的粉丝，非常感谢这些年他和小莫带来的陪伴。我和大家一样，都跟着老高学到了好多知识，也很欣赏他带来的人生哲学和正能量。和很多其他 YouTuber 一样，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学着老高来设计影片的，还一度认为只要是老高用的就是最好的，认为老高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有问题就来问老高。就像老高说的，我们隔着屏幕建立了连结，成为了好朋友。记得前段时间一个周末下午，当我们收到他的社群信息，说有16个人指控他抄袭，我真的是吓了一跳，很惊讶，老高怎么会突然发这样严肃的文章来硬刚？原文说他自己从没有说过自己是原创哦，这些人想看原创可以去自创。当时我还是很支持老高的，认为应该是那些人嫉妒他的才华，这都是因为他显露才华，所以才招来别人的打击。别人就会要利用你的竞争对手就会想要干掉你，所以你有才你要藏着点，不能让别人知道。即使是最近蓝犬妈妈不断爆出老高的影片有很多抄袭日本创作者，我也是半信半疑，坚定地认为应该是这些不知名的小号想来蹭热度，企图靠贬低老高来上位。这种事小爱见得多了，于是我还是每周3继续追老高的首映。接下来老高发文后的下一个周3，他谦虚地做出了郑重的道歉，大家感觉老高还是老高，果然大格局，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世界上说到和做到永远是两码事，包括小爱自己，能坚持做到知行合一的人确实很少。当我看到老高这部金字塔的影片时，感觉太神奇了。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怎么这和我的影片有这么多的巧合？这是怎么回事儿？当然我没有任何证据，更不敢怀疑是老高抄袭洗稿。即使如果能被这样的大号借鉴几分，也说明小爱的影片是有价值的，我应该很荣幸才对吧？
但是如果是真的来抄袭小小的我的话，实在也没有什么成本哦。因为我刚开始做 YouTube， 还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也没有演算法的推荐，即使抄袭我了，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事情也不会进一步发酵。这也让我突然想起来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在小爱刚刚开始做 YouTuber 的时候，因为很喜欢这些大号，觉得他们好亲切，对粉丝都很好，就在 ins 上面向一个长脸的姐姐介绍过自己，还给她发了我 YouTube 频道的链接。我本来以为会得到热情的回应，谁知这个姐姐不但没有回复我，还接下来做了一个和我的潜水艇视频文章结构差不多的影片。当时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但是还是说服自己，她影片做得更好更精彩，我要向她学习，一定是我想太多了。小爱也可以理解，因为像老高、总裁这样的大号，很可能自己并不知道他们的稿是怎么来的。大家看影片很轻松，但是实际上做起来很不容易哦。小爱做一个视频，从开始搜索研究，不断的思考、改进、编辑到剪辑出片，就得2个星期。所以如果想1周2更，还要保证影片的质量，一定是需要一个团队支持的。所以小爱认为老高不太可能是坚持做 YouTube， 也可能还有人帮他写稿。小爱还听说写稿好几天，洗稿1小时，然后大号只要发上去，每天可以进账几千美元。是不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些人才洗得乐此不疲？是不是洗稿才是 YouTube 这门生意的常态？小爱呢，就这个疑惑，向专业人士做了咨询后，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才完成了这部影片。发片绝对不是要打击老高和总裁，毕竟他们是华语 YouTuber 的先驱，并且创造了历史。他们的影片，小爱以后还会继续关注哦。我呢，是想借此机会说出这几个月来开始做 YouTuber 自己的一些切身经历和心中的疑惑，也希望可以借此通知有心人不要来洗我的稿，还希望可以借此鼓励大家发声，因为似乎大号抄小号成了 YouTube 的文化，就像凌晨说的那样，某些小 YouTuber 的主题会被那种很大型的 YouTuber 拿去在讲拿去在做，但人家就是讲的比你好成效就是比你好看影响力就是比你还要好，你的演算法就是打不赢人家的演算法。而我们确实很多时候都会逆来顺受，忍过去就算了。但是小爱在想，可不可以我们像勇敢的老张、凌晨一样，像 Me Too 运动一样讲出来，引起更多的关注，引发更加积极的变化，才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呢？所谓的抄袭、洗稿本身虽然并不一定违反法律，但是不道德的，特别是被原本的内容创作者看到，真的很尴尬，觉得自己被偷了、被抢了。建议洗稿的作者，如果有发现喜欢的内容，完全可以联系创作者，正大光明的沟通合作，你赢我赢，大家赢，它不香吗？至少也应该把原创作者的影片链接放在资讯栏，不就不会被大家攻击抄袭了吗？小爱真心希望在抄袭洗稿事件上，我们都错了，我们误会他们了，是我们想太多了，不然感觉突然不认识这些大号了。小爱呢，也一直认为观众宝贝们都很聪明、很智慧，看影片非常的认真仔细，有很多高人在，而且我们一直都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不会轻易被骗的。这些事件也提醒了刚开始做 YouTuber 还很稚嫩的小爱，不要急，不断的慢慢学习，但是还是要坚持原创，做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其实从无到有的创作
本身就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还可以在这里和宝贝们进行真实的思想精神交流。小爱上传的影片，大家可以帮忙留意一下。如果再出现特别夸张的雷同，欢迎大家随时考我哦。我会开一个专门的播放列表来保存这些影片，供大家欣赏、鉴别、娱乐。同时呢，也欢迎同样有被抄袭经历的宝贝们扫 QR 码联系我，我们可以组织一个社群来交流心得。最后呢，小爱像凌晨一样，也想奉上和总裁有交集的 YouTuber 老张的精分世界的一些肺腑之言，他说的很震撼。我错了，我错在错误地估计了我被洗稿的程度，我错在相信洗稿的人不会那么肆无忌惮。昨天粉丝出来告诉我说，你洗稿的视频已经发在各大平台上了。不啊，他是个巨兽，一个拥有900万粉丝并且覆盖了几乎所有互联网平台的资本巨兽，而我只是一个做视频时间有限啊，不是在啃书，就是在啃论文，要么就在写稿子的小 UP， 根本没有时间发展多平台。每一篇稿子的内容呢，都是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的结晶，而洗稿的人直接凭借他庞大的体量，用我的视频收割所有平台。这个时候我真的震惊到大脑几乎空白啊！原来侵权真的可以这么肆无忌惮、恬不知耻。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大伙儿举报全部石沉大海，当事人继续装死不予回应。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用不了几天，天下又太平了。我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力量去维护自己原创的渺小 UP 而已。B 站我都打不赢，更没有人能够全平台和这个巨兽对抗。也许在反抄袭、洗稿的斗争当中，我们的努力微不足道，但是我们会沿着历史的潮流，带着那些汹涌的浪，击碎那些肆意妄为的礁石。我相信大家不是冷漠的人，大家的支持是给所有原创 UP 主的动力和力量。我相信有一天洗稿这样的现象会被彻底的抵制。为了所有支持我的朋友，我也不会放弃。